一张纸，一笔还不轻的医药费，还有一句冷冰冰的威胁，与 quote 从今天起，你是我花钱买来的女朋友。与 quote 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份被逼签下的合同，最后会变成两个人这辈子最深的牵挂。更没有人想到，逼他签下合同的那个人，后来会为了他，把这份合同亲手撕碎。而这一次，让全网集体上头的两个人是赵振栋和翟一莹。说真的，这段时间只要打开短剧榜单，你一定躲不开这两个名字。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，而这一次比第一次还要炸。上线当天就冲进热度榜前列，弹幕区几乎被同一句话刷屏，与 quote 这两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好磕？与 quote 先说说女主许昕的处境，她的外婆病倒了，医药费像一座山一样压在她身上，她翻遍了自己所有的存款，也不够填上这个窟窿。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一份与 quote 定制女友与 quote 合同摆在她面前，陪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演一场戏，条件是解决她所有的医药费。她告诉自己，这不过是一份工作，赚够了钱就能离开，谁也不会真的动心。可她不知道，签下合同的那一刻，命运已经悄悄转了个弯。男主的登场一点也不温柔，他伪装身份接近她，手里攥着她那笔还不轻的医药费，冷冷地说，要么履约，要么想清楚后果。镜头前的他面无表情，声音压得很低，眼神里却藏着一句谁都没听懂的潜台词。他说要让他爱上自己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句话与其说是威胁，不如说是他给自己下的一道命令。有网友在弹幕里说，这才第一集，赵振栋光靠一个眼神就把与 quote 面冷心热与 quote 4个字演到了骨子里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相处的日子一天天累积，那个原本只把他当筹码的男人，开始在他加班晚归时留一盏灯，开始在他随口一句抱怨后，第二天就悄悄把问题解决。许昕起初只当这是他在与 quote 演戏演全套与 quote， 直到有一次他生病发烧，迷迷糊糊中听见他在床边，声音抖得不像平时那个滴水不漏的人。那一集播出后，直接冲上了当天的热搜，很多人说看哭了，明明知道是短剧，还是没忍住。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，他开始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完成一份合同，还是在谈一场真正的恋爱。而观众们在弹幕里疯狂刷屏的，也正是这一段，从与 quote 你敢不履约试试与 quote 到与 quote 你别对我这么好，我会当真的与 quote， 这中间的转变，翟一莹只用眼神就演出来了。很多人说，这已经不是短剧的演技，是电影级别的细腻。尤其是他红着眼眶欲言又止那几秒，被剪成了单条视频，播放量直接破了100万。直到多年后，大家才知道真相。其实早在合同签下之前，男主就已经认出了他。他刻意接近，用医药费当借口，说穿了不过是给自己找一个能光明正大靠近他的理由。有知情的粉丝扒出细节，说编剧在前几集就埋了伏笔，只是第一遍看的人谁都没注意到。等真相揭开的那一刻，评论区几乎全员破防。有人说，原来从头到尾被套路的人不是他，而是他自己。如果你也觉得这段感情写得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而这部剧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其实不是甜宠，是两个人各自的伤口在彼此的靠近里一点一点被抚平。许昕从最初的谨慎防备，到后来敢把最脆弱的一面交给他。男主从一开始的算计，到后来宁愿撕掉合同，也不想再用这种方式留住他。有一场戏，他把那份合同拿到他面前，一页一页撕碎，说了一句与 quote 我不要你因为一份合同留在我身边。与 quote 这句台词一出来，直接被做成了表情包，传遍了各个粉丝群。换作是你遇到一个曾经骗过你，却愿意用余生弥补的人，你会怎么选？更让人意外的是，男主身边的兄弟后来主动找到许昕，把他这些年经历过的事一点一点讲给他听。原来他并不是天生冷漠，只是被最亲近的人伤害过一次，才学会了用算计当作保护色。听完这些，许昕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与 quote 原来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孤独。与 quote 这一段被很多观众称为全剧最戳心的转折，因为他把一个看似强势的男主还原成了一个也会怕受伤的普通人。
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心疼许昕，还是更心疼这个用错方式去爱人的男主？这已经是赵振东和翟一莹的第2次搭档了。上一部《赤野温柔》里，他演一个外冷内热的纹身师，在乡下小村守护着一个因创伤失语的女孩，最后为了救全村人被洪水冲走。他用4年时间改学专业，只为有一天能重新找到她。那份细水长流的深情，让很多人看完直接标记与 quote 意难平与 quote， 弹幕里刷的最多的一句是与 quote 求求你们再合作一次。与 quote 没想到这个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。这一次的平爱已将他私有，两个人的化学反应比上一部更浓。更多观众在评论区留言说，他们已经不只是与 quote 戏搭子与 quote， 是真正被观众认证的与 quote 命定 CP 与 quote。 其实两位演员本身的故事也挺让人心疼的。赵振东1996年出生，河南安阳人，毕业于厦门理工大学，2023年才正式踏入短剧圈。刚入行的时候，他并没有什么资源，也没有人看好一个转行做演员的普通人。可短短2年时间，从没什么名气的新人演到今天的顶流，靠的全是一部接一部扎实的表演。他演过守着江山也守着女主的少帅，演过嘴硬心软的霸道总裁，光是他皱眉签文件的一个镜头，就能让弹幕刷屏50万条与 quote 我愿意被你管与 quote。 有一部剧里，他前一秒还冷着脸说要离婚，后一秒就默默跟在女主身后暗中保护。网友说他把纸面上的与 quote 霸总与 quote 演活了。翟一莹这边出道4年，合作过圈内几乎所有的顶级男主，却从没有一部作品被观众说与 quote 拖后腿与 quote。 他尤其擅长哭戏，之前在另一部剧里，一场对手戏的哭戏直接让整个评论区跟着心疼，被反复截图转发。这份稳定的实力放在竞争激烈、更新速度飞快的短剧圈真的不容易，毕竟这个圈子红一步不难，难的是步步都不掉链子。也正因为两个人各自都足够扎实，第一次合作才会那么让人意外的惊艳，第2次合作才会被这么多人期待又不失望。有粉丝在剪辑区留言说，看这两个人的对手戏最舒服的地方在于甜的时候不腻，虐的时候不做作，每一个转折都像是真实发生过一样。这种与 quote 信念感与 quote 恰恰是短剧最缺也最难得的东西。有些感情从一开始就带着谎言，却能在时间里长出真心。有些演员起点普通，却能靠一部一部作品走到今天被所有人记住。而有些搭档第1次合作是惊喜，第2次合作就成了大家心里认定的答案。谁也说不好，这份磕到的心动会不会一路延续到他们的第3次、第4次合作。但至少现在屏幕前的我们愿意继续等下去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这对 CP 圈住了，记得点赞关注，评论区聊聊你最喜欢他们哪一段，我们下期见。